皇帝耶律洪基垂涎大宋疆土已久，见大宋时局动荡，国力渐危，不顾两国缔结的停战合约，囤积重兵于宋辽边境，只待时机成熟，便大举出兵南下。辽军不时派兵掳掠民间的粮草财物，年复一年的刺探骚扰、烧杀抢掠，使得无数大宋百姓家破人亡、流离失所，饱受战火之苦。中原武林各大门派及各路江湖豪杰，不忍国土山河破碎，百姓生灵涂炭，本着为国为民的侠义之道，前赴后继地展开了扶宋抗辽的仁义之举。在下丐帮乔峰。谢谢恩公。乔舵主，都解决了。查清楚怎么回事了吗？是楚王帐下的新兵过来打草谷的，这是在带队身上搜到的，你看看。帮主现在何处？少林召开武林大会，汪帮主已然赴会。辽军有变，我去到少林，你们协助百姓。老贾，请问这台上是谁和谁在比武啊？这是无量剑派东西宗5年1度的比武，胜者可入住剑湖宫。台下左边那位是我们东宗的掌门左子敬，右边的是无量剑西宗的辛双星。比武切磋，点到即止，倒也是可以看一看的。哎，小仙，干嘛呀这？哎呀，这也太危险了。好笑，好笑。我那猎徒适才以跌扑步获胜，这位仁兄似乎颇不以为然。
还未请教高姓大名是何人门下？是在说我吗？在下姓段，单名一个玉字，没学过什么武功。我适才啊，看见有人摔跤，无论他是真摔还是假摔，我总归是要笑的。笑什么？光杰，人家笑你呢，下来跟他请教请教。段朋友，请。我最不喜欢看人家动刀使剑的，不过既来之则安之，看看倒也无妨。我师傅想让你上去，咱俩比试一下。你师傅是你师傅，你师傅啊不是我的师傅。你师傅让我上台跟你比剑，我呢一来不会，二来怕输，三来怕疼，四来怕死，所以啊，我绝技是不会跟你比的。对，我说不比就不比。你是真不会还是装傻？好玩好玩，这人说话跟绕口令似的，真有意思。我自然是真的不会啊，装傻有什么好装啊？既然不会，为什么来无量剑撒野？哎，你这位大爷怎么如此凶巴巴的？我平生最不爱的事情就是看别人打架斗殴。贵派叫做无量剑，佛经有云：无量有四，一慈二悲，三喜四舍。娱乐之心为慈，拔苦之心为悲，喜众生离苦获乐之心曰喜，于一切众生舍怨亲之念而平等一如为舍。我还以为是什么高手，原来是个脓包。我本来就是来这里游山玩水的，无意间走到了这里。这样你看我杀的，我可要走了。想走？呆子啊！哪有人打你，你为什么不还手啊？我不会还手。没事吧？师兄，我来帮你，师兄，快来，在这儿呢，来，你们这下边，快，哎，你吃不吃瓜子啊？上来吧。好，抓住他！我这儿没有梯子，上不去啊。后面，哎呀！我来，你怎么抓不着你？哎呦，跑哪儿去了？哎，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！哎，抓住他！快，吃吧。好。哎，那儿，出来没有？这雕儿倒是有趣的紧啊。那是，你这恶人爱欺侮人，叫你全身脱得精光，看你羞还是不羞？师兄，不好了！快，抓不住啊！是，师兄。师叔，没事吧？师叔，师叔他好像死了啊！死了！师叔，神农帮诛灭无量剑。琴手蛾眉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表哥，你去哪里？让人家很担心。小姐，叶子屋来人了。没事的，小姐，夫人不在。为谁归去？为谁来？表哥，王姑娘，
阿朱姐姐，阿碧姐姐，是你们呀？公子刚出去几天，表小姐就这么心急？我只是担心表哥嘛。王姑娘，公子前几日捎信回来说，这少林举办武林大会，为了印证各门派的武功绝学，他也要去切磋切磋。承让了，爹，这个人是谁啊？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能以对手的成名绝招击败对手，除了姑苏慕容，还能有谁？在下姑苏慕容复，不知有哪位英雄还想来赐教？这果然厉害啊！师傅有信，你。神农帮自于左子木，听着，限尔等1个时辰之内自断右手，折断兵刃，退出无量山，否则无量剑鸡犬不留。神农帮算什么东西？夸下好大的海口！打你这恶人便要死了。啊？为什么？信封信笺上都有毒。你怎么知道这信封上都有毒啊？怎么回事？别碰它，有毒！这下毒的方法粗浅得很，只能害你们这些无知之徒。哦，这位姑娘尊姓大名？请下来一起商讨对策。刚才的信你也听到了，神农帮说鸡犬不留，那便是连你也要一起杀掉。哎。他们不会杀我的，神农帮只杀无量剑的人。我在路上听到些消息，所以特地过来瞧瞧这杀人的热闹。你是怎么跟神农帮结的仇家呀？去年神农帮要到我后山采药，我没答应，他们便来偷采，双方言语冲突，最后动起手来，杀了他们。原来如此，既然你告诉我结仇的经过，那我就告诉你吧。那日我在山上采蛇给我的闪电雕吃，突然碰到几个人经过，说什么要是不把无量剑杀的鸡犬不留，我们神农帮人抹脖子的。说什么奉了缥缈峰灵鹫宫的号令，要查明无量玉璧的真相。后来呢？后来他们就走啦。好啦，我说完了，我也该走了。哎，小心！站住！怎么，你是想动武吗？我只要你把刚才的话说得再仔细明白些。哎，这老头说要杀我，你说怎么办？姑娘说怎么办，我们便怎么办。我们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瓜子一起吃，刀剑一起挨。你这人真够意思，不枉我们相识一场。下来，走吧。啊，我，这怎么走啊？这回这儿有毒！快，解药！快给他要解药！快解药！快拿解药来！我没有解药，
你只需去山上采些通天草来，浓浓的给他煎上一碗就没事了。真的吗？不过吧，这3个时辰他可不能动弹，如果毒入心脏，可就不好了。嘿，师傅，走吧。啊。你们拿着剑对着我干什么？难道也想尝尝我这雕的厉害？也想被我这雕咬上一口？啊？走吧。站住！施主请。施主小心！多谢小师傅提醒，不知小师傅如何称呼？不敢称师傅，小僧法号虚竹。贵帮帮主正在与长老方丈饮茶，我这就去禀报，麻烦施主在此等候。多谢。辽国征兵的消息，我们也是突然得知。可按照两国盟约初定，就算是有冲突，也绝无征兵之需。可照这封密函看来，光这楚王麾下就征兵了3万，这肯定是有蹊跷，恐怕对我大宋不利。皇帝年幼，宫中有传闻太皇太后身体抱恙，就算有盟约在先，我看辽人也有可能是另有所图。辽人野心勃勃，西夏、女真乃至大理，没有他们不敢招惹的。此次招兵，或许别有意图，也未可知啊。唇亡齿寒呐！倘若任由辽人做大，终有一日剑指中原呐！既如此，我即刻修书一封送往大理，提醒段施主要多做防守。另外，朝廷那边也要多加小心。而这边境行走打探一事，大师请放心，我丐帮弟子遍天下，这事是义不容辞。身手，今日若不与他切磋切磋，岂不太过遗憾？这慕容复武功高强，只可惜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。今年的大会不免扫兴。我来。阁下好功夫，在下丐帮乔峰，在此领教一二。他就是乔峰，是他就是他，南宫北乔峰，这下用得着了啊！南宫北乔峰，
快星移！潜龙勿用。 看来是慕容复输了。哎呀，还是有差距的。是我输了。乔峰厉害，你太谦虚了，连战那么多场，我只是借着蛮力占了一点点上风。改日咱们俩再切磋一下，才不枉我们今日相识。告辞。汪施主说有要事相询，但不知是何事。今日乔峰前来，两位大师亲眼所见，不知是如何看法？此子幼时曾在少林学艺，后入丐帮，这些年长进不小啊。听说今日在擂台之上，姑苏慕容出尽了风头，可也不是他的对手啊。人都说北乔峰，南慕容，足可见他在江湖中颇有声望。这次辽军增兵之事，也多亏了他奔走相告。汪施主突然这么问，难道？实不相瞒，我汪建通资质有限，年龄也大了，当是让贤才是。乔峰天资过人，当年泰山大会，他不过20出头，却连闯丐帮强敌9人，为我丐帮威震天下。曾经单枪匹马深入敌营，刺杀辽帮副将，如此大功，早就该当帮主才是。我早该料到，你既传他降龙18掌，又让他处处立功，便是早想把帮主之位传给他。不可不可！丐帮乃天下武林第一大帮，那帮主之位何等紧要啊！这孩子我从小看着长大，他最注重情义。我为了磨灭他心中魔，曾经给他出3道难题，他都一一化解。若不是我一直在刁难他，帮主之位早就是他的了。既然汪施主早有决断，我看也并非不可。只不过这不怕1万，只怕万一，咱们还需要多有些防备才是。两位大师放心，这事我早有安排。如此甚好。阿弥陀佛。好，伸手啊！伸手！果然厉害！厉害啊！好，好伸手，好，伸手，厉害呀！啊，伸手不错。好。哎，虚主，嘿，这师傅又不在，你在这卖什么力气呢？啊，嘿，你看到了今日乔峰与慕容复的比试了吗？我跟你说，你看了也白看，就你这呆瓜，你就是看到下辈子也碰不到人家一根手指头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傻，因为你笨，因为你不会诵经，因为你是个呆瓜。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是啊，是啊，没错。师傅说，见贤思齐，才能有境界。
虽然现在这2位施主英雄盖世，想来他们应该也是从最基础的武功上学起的。我虽然笨，但笨鸟可以先飞，我应该更加努力才是。人家20出头就已经闯出了名号，你看你还在那儿扫地呢。师兄，扫地也没有什么不好啊。师父不是说过，只要用心，吃饭是修行，行路也是修行，这扫地亦是修行啊。你说什么？扫地也是修行？好，你不是扫地吗？那你便好好的扫地，好好的修行。哎，你这呆子还真扫啊！阿弥陀佛。方丈，尔等不勤修功课，为何在此捉弄同门啊？佛曰众生平等，尔等生性轻浮，在此欺压同门，有违我佛训示，罚你们抄写《般若波罗蜜多经》100遍，自去领罚吧。是。虚竹，你观那降龙18掌如何呀？弟子努顿，实在看不出什么，只是觉得乔施主使用它，锐不可挡，格外的刚猛。那降龙18掌，乃是至刚至坚之术，但论其技巧，却不在刚猛，而在有余。别看这招式简单无奇，但是论其掌力，忽强忽弱，忽吞忽吐，从至刚之中竟能生出至柔的妙用。那慕容复败，也正是败在这刚柔之际，虚实之间。世间英雄辈出，日后你若有机会外出历练，自知世界扩大。弟子一定谨记。你去吧。是。宠辱不惊，这或许是你的福气。哎，你这雕儿叫闪电雕，迅疾如风，快如闪电。那是，我这雕不光名字厉害，牙齿更毒得很，被它咬上一口，立时就自斩右臂。若是再耽误几个时辰，它可就活不过第8日了。你不是说只要浓浓的熬上1碗通天草，便可解毒吗？我那是骗他们的。如果不这样说，他们怎肯放我们出来啊？哎呀，不行，你在这等我，我得回去告诉他们啊！傻子，你要是这样回去，咱们还有命吗？我这雕虽然厉害，可是他们众人一起拥上来，怎可抵挡得了？你说的，瓜子一起吃，刀剑一起挨，我可不能抛下你自个儿逃走了。我姓钟，爹娘叫我灵儿。你呢？你来这无量山做什么？我听人说啊，这无量山上风景清幽，便想着走上来瞧瞧。哎，钟姑娘，你看那是什么呀？糟糕，那定是神农帮在演练毒药，用来对付无量剑的。段大哥，我们快些走吧，别受到牵连。哎呀，这江湖上的凶杀斗殴真是太不像话了。不成，我得过去见他们帮主，告诉他们不可这般胡乱杀人。你要是害怕的话，就在这等我，我自己去啊。段大哥。哎。你没事吧？你干嘛？
客官，您的菜。辛苦辛苦啊！嘿，客官，里面请。请。都说北乔峰南慕容乃当世俊杰，我看呀，不过夸张而已。看来这北乔峰南慕容，到底是北边更胜一筹啊！好啊。公子，无妨。哎呦，哎呀！你怎么？哎呦，疼！谁叫你出手轻薄下流，伸手推我这儿？要是换做别人，我早把他杀了。那我也不是故意的呀，适才在剑湖宫中，要不是你出手相助的话，我定会多吃2记耳光的。线下你摔了我2次，我们大家扯平了。你的意思是？那你现在生气了？莫非你打了我，我还欢喜地说，姑娘打得好，姑娘打得妙，我还得谢谢你不成吗？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打你了，你别再生气了。好啊，除非你狠狠地让我打你2下。你打就打，可不许出手太重。好，那我可打了。你怎么还不打？就这2下狠的，可疼得厉害吗？我就知道，你这人是极好的。好了，线下啊，我大仇已报，我得赶紧去找那个司空玄帮主了。江湖上的事你一点都不懂，若是犯了人家的忌讳，我可救不了你。我就陪你走一遭吧。啊，走。段大哥，你瞧，坐在中间的老头，他便是神农帮帮主司空玄。好，我们去找他。搭把手，来，小心点啊！你可千万得小心。谁呀？不认识啊？是谁呀？这是从未见过。司空玄帮主请了，在下段誉有礼。阁下到此有何事啊？在下听说呀，贵帮与无量剑结下了冤仇，特来向诸位劝解。要知道啊，这冤家宜解是不宜结，更何况斗殴凶杀有违国法，若是让官府知道了呀，有大大的不便。所以还请司空玄帮主急速回去悬崖勒马，不可再向无量剑寻仇了。你小子是谁呀？没事找老夫来消遣。谁叫你来的？没有人叫我来啊，便是我自己愿意来的。老夫行走江湖40年，就没见过这么胡闹的小子。拿下！哎，且慢！司空帮主，段公子好言相劝，你不听也就罢了，何必动蛮？段大哥，这老头不听咱们的，咱们别多管闲事，走吧。好。 2个娃娃在这跟我鼓捣，背后一定有蹊跷，把女娃娃绑了。啊！哎！你这山羊老胡子，你需要逼我出手？你快放了段大哥，我可不是怕你，只是我爹爹不让我在外面胡乱生事。好大的口气呀！还不拿下！钟姑娘小心！
东方点雄黄，西方点麝香，南方北方人们散开，绝不让那女娃娃跑掉了。是。此次去了边境，最重要的就是隐秘二字，一定要打探出辽营增兵与否，行营配置，作战安排。切记，若无特殊原因，绝不可与他们正面交锋，以免打草惊蛇。是。另外，我已通知韩总兵，要他多加小心。若是辽人有什么异动的话，你们也可加入他的麾下，随时准备策应朝廷军队。是。师傅，参见帮主。辽军增兵之事，玄慈大使已通知兵部。但朝廷认为这只是我们的猜测，并不重视。可这事关边境百姓，就算是一点风吹草动，也不能等闲视之啊！这件事情有进一步的消息，再通知朝廷吧。你们先下去。是。凤儿，你来丐帮有10年了吧？师傅，10多年了。我16岁就进丐帮了。这么多年来，你对丐帮的感觉如何？丐帮就像我第2个家，兄弟们待我如亲朋血脉，至亲至密，无可取代。这些年来，我给你设立了3大难题、7大考验。让你为帮中之事四处奔波，又让你孤身一人深入敌营，差点连性命都不保，你可愿过为师？这是师傅对我的严加要求，又怎么会怨师傅呢？好，我王建头没看错你。丐帮弟子乔峰，跪下。是。丐帮第8代帮主汪建通，谨代表历代帮主将打狗棒法传与丐帮第9代弟子乔峰。你今后就是丐帮第9代帮主，以后应以丐帮事事为重，福祸相依，荣辱与共。我已经通知了各大长老和分舵舵主，不日将在总舵举行继位典礼。从今往后，丐帮就交给你了。乔峰定当不负众望。女娃娃，你是要死还是要活？我自然是要活，可是你若将我跟段大哥杀了，你们也活不成了。那好啊，你赶紧把解毒的药拿出来，我就救你们2条小命。我早跟你说过，我没有解药，我这雕的毒只有我爹爹能治。那你爹叫什么名字？不说我烧了你的头发。这可烧不得，这头发要是烧了，得多痛啊！哎，山胡子，此事因我而起，你要是想烧的话，就烧我的好了。不行不行，你的也烧不得，你也痛的。这到什么时候了？2个人还在打情骂俏，赶紧说！我说过了，我没有解药。中了雕毒，可以活几日？我爹爹说的，可活得7日。可司空帮主，你武功深厚，内力高强，你定可多活几天的。我这雕的毒只能我爹爹治，而且我这个雕乃是稀世神雕，
你以为想治就能治啊？那你爹到底是谁？说呀！把那小子带过来！不行不行，你们不许伤害他，这不关他的事。钟姑娘，大丈夫视死如归，在这些恶人面前，千万不能示弱。我不是大丈夫，我不要视死如归，我偏要示弱。给他灌断肠散。是。我告诉你，这断肠散7天之后发作。如果7天之内回不来，那个时候肝肠寸断，痛不欲生。如果你回来了，我给你解毒药，而且放了他。不行不行，我爹说过的，只要入骨一步，必死无疑。我不要段大哥死，你派个不怕死的去便好了。你怕他死，那我这些弟兄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咱们看看到底是谁先死。钟姑娘，你就由我去吧。想来爹爹知道我是去报讯的，也不至于害我。我有办法，你只说我有危险，却不说我在哪儿。他要是杀你，就不知道我在哪儿了。这法子倒也使得。你将我这鞋取了去，交给我爹娘，他们自然就知道了。快把我放开！哎呀，两个人在那儿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段兄弟，你赶紧回去把药取回来，到时候我自然把她放了做你的老婆。你要摸她的脚，以后的日子长着呢。你们不许偷听，我要给段大哥指路，你们都走开一点，谁都不许偷听。渴死我了！我家住在澜沧江边的一处山谷里，你到了府中，可千万别告诉我爹你姓段，更不要告诉他你爹会医养纸，你可记清楚了。这钟姑娘的父亲，也不知道跟这姓段的有什么仇。哎呦，不过这不打紧，就是钟姑娘的性命要紧，姓什么有什么了得的？葛师妹，咱们已脱离险境，你走得累了，咱们先歇一会儿，待会儿再赶路。咱们这番背师私逃，在江湖中再无立足之地了，可别让咱们的师傅与同门发现了踪迹。那倒不用担心，我乔神农帮这次有备而来，咱们东西两宗，除了你我二人之外，怕是谁也难逃毒手。你们要结为夫妇，趁机逃走，那也罢了，怎能反盼望自己师长同门竟遭毒手？用心也忒狠毒了。东西两宗连年比武，就为了入住剑湖宫，参详这无量玉璧。这无量玉璧到底有什么古怪？你们竟一点儿也瞧不出吗？师傅说，许多年前，我太师傅常见到玉璧上有一男一女2位仙人舞剑，剑法之精湛，连做梦都想象不到。我太师傅只想能学到几招，只是这壁上剑影实在太快太齐，又并非日日出现。太师傅沉迷于玉璧剑影，反将本门剑法荒疏了。我太师傅也在壁上见过一位女仙人练剑，可2年后仙影隐没，我太师傅日夜在山峰上徘徊，对着玉璧出神。过不了半年，太师傅就病死了。自今而后，咱二人再也不分什么东宗西宗了，我俩合为一体。别这样。你依了我，若是我日后负心，就掉在这水里，变个大王八。你做王八，可不是说我不规矩吗？谁？
哎呀，追！站住！别跑！阿弥陀佛，文殊菩萨、观音菩萨，让他们千万别抓住我呀！前面是本派禁地，外人不得擅入。你再向前数丈，敢犯禁忌，教于死无葬身之地。哦。喂，快停步！既然横竖是个死，有没有葬身之地，似乎也没什么分别吧？我没死啊！这什么地方？原来这无量剑东西宗掌门，常说能在这玉璧上见到舞剑的仙人影子。可这世上哪有这么大的玉璧？莫非……莫非他们是把这瀑布当成玉璧了吧？哎呀，妙极妙极！我死在这深谷之中啊，永远无人得知了。不如啊，便在这石壁上刻上几字。就刻“大理断玉，毙命于斯”8字，倒也好玩。来舍良辰，千秋庭院，偏偏又见西来雁。凤凰朝闻须为邻，潇湘烟鬓来何晚？来入红楼，亦非绿岸，花亮是否更衬衫？公子啊，听说这一趟啊收获颇多，在少林寺以一敌十，我和阿碧可都听说了。公子怎么了？少林寺一役，公子输在乔峰手里，心中大有不快。非也，非也。要是仅仅输了这一次，公子也不会耿耿于怀的。依我说啊，还是因为乔峰要当丐帮帮主。丐帮帮主，什么情况呀？什么情况？我们这一路来都传遍了，你不知道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上船。
不知不觉天也黑了。罢了，没想到这块玉璧竟然如此坚硬异常，到时候若是让后人见了，还道我段誉连字也不会写呢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……哦，妙极！原来啊，这月光先将我的影子投到这小石壁上，然后再把我的影子投到了这块大瀑布上。我便如身处在两面镜子当中。好玩儿。也不知道我在这做动作啊，有没有人能看见我？既然如此，那无量剑派这帮恶人，原先果真见过有仙人在此处练剑。既然如此，你们啊，把我逼到如此绝境，那我便胡乱打伤一番也好，让他们空欢喜一场。这里是剑湖宫的湖底。啊！这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？难道原先有人居住过？在下段誉不招自来，擅闯贵府，还望主人恕罪。可能好久都没有人住过了。恭迎马副帮主。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风儿还没继位做帮主，规矩理应如此。怎么，人齐了吗？人都到齐了。帮主，不光是丐帮弟子，就连在外有任务的宋西、陈吴4位长老也回来了，就为了一睹新帮主的风采呀！拜见帮主。4位长老，风儿，走吧。走。乔峰自入丐帮以来，对内友爱同门，敢于担当；对外保家卫国，抗击敌人，为我们丐帮立下赫赫功劳。方今天下大乱，辽人日渐南侵，蚕食我大宋天下。今日需要我等
心存忠义，力挽狂澜。乔峰，弟子在。我们丐帮号称天下第一大帮，你可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天下历朝历代皆有沦为乞丐之人。正是，我们丐帮的宗旨在于重诺守信，除强济弱，世让为人不拘小节，但绝不可能失之大义。乔峰，你可知这打狗棒它的分量？弟子明白。好。我汪建通不才，今日把丐帮帮主之位传于第9代弟子乔峰，执棒。诸位弟兄，今日我乔峰继承丐帮帮主之位，日后定将时时处处心念丐帮。我这样睁眼瞧着姑娘，忒也无礼了。不知姑娘应该如何称呼啊？姑娘，你如此冰清玉洁，貌似天仙，不如就叫你神仙姐姐吧。神仙姐姐，小生今日得睹芳容，死而无憾。只是不知神仙姐姐何以幽居在此啊？不也忒寂寞了吗？无崖子为秋水妹书，洞中无日月，人间之乐也。想必这便是那2位湖面上舞剑的高人了。这尊玉像，便是这上面提到的秋水妹。无崖子能得伴着她在此，长居幽谷密洞之中，当真是人间之乐也。神仙姐姐，你要是能活过来跟我说上一句话的话，就算让我死上1000次、10000次，我也是愿意的。恪守千遍，供我驱策，遵行我命，百死无悔。向神仙姐姐恪守千遍，本就是天经地义之事。若是能够供其驱策的话，那更是求之不得。恪守千遍，1、2、3。
子，你这福气遍布，怕是要输了。是我输了。999，1000，神仙姐姐原来早有准备。我若非磕足1000个头的话，小蒲团就不会破裂。神仙姐姐赐给我的宝物也不会出现了。如今恪守千变，自当攻我驱策，终身无悔。此卷为我逍遥派武功精要，每日茅屋有3时，务须用心修习一次。学成下山，会于杀尽逍遥派弟子，有一遗漏，于天上地下，耿耿长恨也。什么意思？我不要学武功啊！什么杀尽逍遥派弟子，更是绝技不能做的。可是神仙姐姐有命，焉能不遵呢？这神仙姐姐一边让我去学逍遥派的武功，一面又让我杀尽逍遥派弟子。想来是这些人把她给害惨了，全数杀了也是该的。只是神仙姐姐也仙逝数十年了，这世上还不知有没有逍遥派。说不定他们早已经个个恶贯满盈，尽数被人除掉了，再不用我出手去杀。神仙姐姐啊，也早已心愿已偿，不用耿耿长恨了。北冥神功，北冥神功，系引世人之内力而为我有。北冥大水，非由自生，百川汇海，大海之水亦容百川而得。世人练功，皆自云门而至少商。我逍遥派则反其道而行之，彼之内力由拇指入我身，诸于云门等诸学。然敌之内力若胜于我，则海水倒灌而入江河，凶险莫甚。甚至取人内力而为我用，这不和偷盗旁人财物没有分别吗？但是神仙姐姐这个譬喻用得很好。百川入海是百川自行入大海，而不是大海去强取百川之水。这些坏人、恶人，他们来冒犯了神仙姐姐，神仙姐姐才取他们的内力为己用，就犹如，夺走了屠夫手中的屠刀，而又不伤害屠夫的性命，何错之有啊？凌波微步，窺魅无往。
步伐全然遵照的是易经方位，看似纷繁复杂，于我却如数家珍。促遇强敌，以此保命，更积内力，再取敌命。大难临头之时，以此保命逃走，那便是好；再取敌命的话，那倒也不必了。神仙姐姐，您吩咐我朝午晚3次练功，段誉不敢有违。自此，段誉出门在外对别人加倍客气，别人自然就不会来打我了。您的这套凌波微步也一定会用心练熟，以后眼见形势不对，立刻溜之大吉，自然就吸不到别人的内力了。情犹在，局未终，而佳人已渺。想必啊，是神仙姐姐在此幽居之时，寂寥之际，只能自己跟自己下棋消遣。哎呀，只可惜我没能早生2年，不能常陪在神仙姐姐左右。这是什么地方？狼环福地。原来此处便是狼环福地啊！神仙姐姐卷帛中有言，说天下各门派的武功尽集于斯，可为参详。可是我不学武功，不想看这些武学典籍。然而神仙姐姐有命，我也不能违拗。哎呀，这些武学典籍怎么都不见了？丐帮缺降龙18掌，降龙18掌；少林缺易筋经。大理段氏缺一阳指6脉神剑谱，汉肾，甚好甚好！武学典籍不见了，那我不学武功便不算违拗神仙姐姐。原来出口便是在这儿。神仙姐姐，今日段誉有要事在身，只能暂且别过了。等我救出钟家姑娘之后，一定每年都来陪伴你一段时间，让姐姐不至于寂寞。
自从与那乔峰交手之后，公子便心神不定，不知公子是否愿意与在下一陈心事？江湖中有道是，北乔峰，南慕容，听起来像是平分秋色，不分伯仲。但是黑与白不可能相容。我自幼学识渊博，天下武功无不通晓，可这次交手，我却输给了乔峰。如今，他已是丐帮帮主，掌管着天下第一大帮，有的是人替他奔走卖命，而我慕容复，却只有几个家臣来差遣。兴复大宴，道阻且长，怕是完成不了了。慕容复，你可记得你大燕皇族的身份？你可记得主公临死前的嘱托？我来成大业者，哪一个不是历经千辛万苦？昔年我大燕开邦建国，威震河朔，是何等不易！如今就这么一点挫折，你难道就要放弃吗？我问你，你爹爹替你取名为父，是何用意？爹爹替我取名为父，是让我牢牢记住列祖列宗的遗训。哥哥，公子，多谢哥哥骂醒之恩。公子，万万不可！复国大业，非同寻常，个中的难处更非常人所能想象。公子，切不可因一时的义气而坠了我大燕皇族的志气。哥哥提醒的是，但是复国大业不是一日之谈，更不是你我几个人便能达成的。如今天下大乱，各国关系错综复杂，我慕容氏想重建当年风光，少不了拉拢人才，招拢盟友，重建自己的势力。只要你我君臣同心，图谋发展，必能夺回江山，兴复大燕。公子，性断者入此谷杀无赦。怪不得钟姑娘跟我说，叫我不要说我是性断的。也不知道这谷主对性断的有什么仇。就算是性断的得罪了他，这天下性断的千千万呢，他能一一都杀绝吗？兄弟，哎，来，喝了啊，干了啊，干！敬帮主，喝了啊，干！帮主真是酒量了得，当世罕见呐！兄弟们平日辛苦了，今天好酒好菜，不醉不归啊！啊，来，听说帮主武功了得，不知在下可否请教一二啊？哎呀，我们呀，很久没这么热闹了啊！来吧，喝！你这是黑虎掏心，使得不错，有些火候。就是出手动作太大，容易被人看穿。多谢帮主赐教。还有谁来？按说我们出道这么多年，早就应该让位给年轻人，可是终究还是不放心。你们都知道大宋的情况，
天子年幼，皇太后就是一日不如一日。国力衰微，强敌环伺，他们现在那个环境，比我们难多了，是吧？啊，也是啊，国难当头，正该我辈挺身而出。不过呀，你老王有这样的徒弟，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嘛？啊！正是啊，乔帮主武功盖世，义薄云天，有他带领我们丐帮，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呀？啊，帮主。就是啊。后辈自有后辈的福吧，我们还是多虑了。来，喝酒，来喝，来，喝酒，干了，干了。帮主，我来领教一下。帮主，还有我呢。还来？乔帮主真是了得呀！哎呀，老王啊，你的徒弟呀，教的真是不错呀。那6阶弟子的武功在帮里也算是能排上名号吧。可是刚才的一番打斗，咱们大家伙儿可都是看得清清楚楚。乔峰不光力道把捏的刚好，来，就连这碗里的酒也是一滴不漏啊！你也不看看那是谁的徒弟？我喝点，喝酒啊！哎，喝了啊！公子请。小姐遇险，多谢公子报讯。公子请在此歇息片刻，我这就去禀告夫人。孺子有劳了。晚生段誉，拜见夫人。公子万福。啊？公子说你姓段。你到了府中，可千万别告诉我爹你姓段。你先下去。不知公子仙乡何处啊？啊，晚生是江南临安府人，在大理住了已经有3年了。江南人，在大理，难怪你一口大理口音。听说公子是来报信的，不知小女出了什么事？是。伯母，钟姑娘吩咐我以此为信物前来求救。我与令爱在无量剑派相遇，有个什么神农帮说是要找无量剑派的麻烦，在下认为一切都应该以和睦为贵，所以便去想劝那神农帮不要找无量剑派的麻烦了。令爱一起与在下同去，可不曾想对方非但不听，反倒动手打了起来。令爱的闪电雕咬伤了对方许多人，被扣了下来，说是要拿到闪电雕毒的解药才肯放人回来。果然，这女孩子一出门就会闯祸。伯母，此事全由晚生而起，须怪不得钟姑娘的。是啊，这也难怪。想当年，我不也如此？他姥姥，这媳妇怎么被杀了呀？糟了！